这就是日本都市传说中的八尺大人，手如魔爪，身高8尺，号称人间邪恶的化身，最喜欢在夜深人静时蛊惑男一旦被迷惑3天之内便会暴毙而亡，因此成了许多人的童年噩梦。原本被封印在寺庙中，但小日子天生犯贱，破坏寺庙后又让他重见天日，开始变本加厉地进行报复。从此不光吸食男性，甚至连女生也不放过。2024岛国最新民俗恐怖片《度假村》兼职惊悚来袭。电影开始，3名大学生想趁暑假赚点生活费，于是从网上找了一份服务员的工作。来到旅馆后，老板娘亲自带他们参观了所有房间，还让管家盛情款待，对他们的到来表示热烈欢迎。唯独在厨房忙碌的老板显得极其冷漠，走起路来一瘸一拐的，仿佛背后隐藏着不可告人的秘密。晚上女孩正在睡觉时，楼上突然传来诡异的声响，好像是有人在外面来回走动。可打开手机一看，已经是凌晨2点多。小英以为是幻觉，并没在意。不料第二天晚上，诡异的脚步声再次传来。小英好奇地循声查看，明明看到一个黑影从眼前一闪而过，可追到走廊尽头又突然消失不见。第二天，管家一脸贱笑地找到几人，认为他们已经适应了这里的环境，想举行一个试胆活动，并告诉他们其实这里还隐藏着一间密室。前不久他给厨房送货时，发现老板半夜3更还在做饭。随后老板娘端着一盘生鱼肉走进阁楼，下一秒里面传出嘎吱嘎吱的声响，可不到5分钟，老板娘就端着空盘走出房间。西美认为5分钟吃完绝对不可能，管家也感觉有些可疑，可因为胆子太小一直没赶上去，所以连夜策划了这个试胆活动。西美听后表示双手赞成，提议小英和小帅一起行动。原来他想借此机会撮合两人，看着他们扭扭捏捏的样子实在难受，两人相互喜欢，但谁也不好意思说出口，希望他们这次能牵手成功。另一边，两人已经来到楼梯口，小帅本想拉着小英一起上楼，结果因为不自信再次以失败告终。为了彰显王者风范，他决定独自前行，然后颤颤巍巍地走上楼梯，没想到只是向门口看了一眼，样子就变得十分古怪，紧接着转身蹲在地上疯狂进食。小英被眼前的一幕彻底震惊，不断喊着小帅的名字，然而下一秒，小英顿时被吓得大惊失色，但转眼间小帅又突然恢复正常。小英一脸惊恐地问他刚才在吃什么，可小帅却说他刚才去房间转了圈，并没发现异常。这句话让小英更加害怕，因为他根本没走进房间，而且嘴边还沾满了食物。这时他突然感到脚底一阵刺痛，仔细一看，脚掌上竟然扎满了指甲。就在他们一脸诧异时，老板娘突然出现，面无表情地质问他们在这里做什么。幸好关键时刻管家及时赶到，向老板娘解释他们只是在玩试胆游戏。第二天，老板娘向小英打招呼时，艰难地挤出一个微笑，仿佛被邪祟附身一样，让人后背发凉。和昨晚的老板娘简直判若两人。与此同时，一男一女跑来开房，可办理入住手续时，小帅却问他们身边的小孩是不是要一起住。两人被问得一脸懵逼，还没开始运动哪来的小孩？好在管家急忙上前解释，这才让两人放下戒备。小帅以为昨晚受惊过度产生的幻觉，不料当他和小英在外面晒床单时，又看到那个小女孩在路口盯着自己，然后指着空荡荡的门口向小英描述起小女孩的特征。可小英看了半天，只看到一个男孩在那里玩着手机。小帅感到有些疑惑，立马追了过去，结果什么也没看到。小英表示刚才办理入住时，他和管家也没看到所谓的小孩。这时小帅突然想起，自从他走上阁楼后，就开始看见不干净的东西，怀疑自己沾染了污秽。第二天，西美帮小帅请了病假，希望他好好休息一下。可当西美离开后，老板和老板娘却意味深长地看了一眼，彼此露出了一脸邪笑。而更邪门的是，当我按下暂停键，依然能看到格栅上不停闪烁的亮点。发现的小伙伴请在评论区打出狗头护体。从那以后，小帅变得精神恍惚，整天躲在房间内不敢出门。这天小英来看望时，好心的帮他拉开窗帘，结果却遭到小帅的拒绝，因为他总感觉有人从窗户偷窥自己。直到在小美的鼓励下向窗外看了一眼，这才放下心来。随后西美端着老板娘亲手熬制的大补汤走进房间，结果直接把小帅吓出了猪叫，声称那个小女孩就站在他的身后，而且正向他步步逼近。这下小帅彻底被吓尿了，用力挣脱后急忙跳窗逃离。小英立马追了出来，最后在一艘船上找到了他。为了证明自己被恶鬼袭击的事实，小帅挽起衣袖露出胳膊上的抓痕。小英被彻底震惊，这才相信他所说的话。为了查明真相，小英决定到楼上一探究竟。不料开门的瞬间，一股恶臭味扑面而来，赫然发现门口摆着一大盘生鱼肉，看来就是小帅被蛊惑时吃的东西。盘子的正前方贴着一道黄符，仿佛在供奉着什么。小英顿时被吓得瑟瑟发抖。这时走廊尽头里传来诡异的声响，小英拿着手机缓缓靠近，看到一扇贴满符咒的房门，不断从里面传来恐怖的抓门声。下一秒，楼上突然传来一声巨响，注意看手机上的时间，正好是他第一次听到异响的时间。看来老板又在楼上准备着食物。为了一探究竟，小英壮着胆打开房门，不
不料眼前的一幕让他彻底震惊，整个房间都是一个巨大的祭坛，窗户上到处贴满符咒，正中央摆着一个长发娃娃，而更恐怖的是，抽屉里全是被剪下来的碎指甲，和小帅脚底刺穿的场景相吻合。紧接着他又打开下面的抽屉，发现里面全是人类的牙齿。就当他打开第3个抽屉时，突然发现一个黑影从身后闪过，他连忙起身查看，结果却空无一人。小英以为是送饭的老板娘，赶紧走下楼梯，惊恐地发现他嘴边也沾满了食物。从那以后，小英和小帅一样，也能看到那些不干净的东西。在西美眼里原本只有4个小学生，可在小帅和小英眼里却是5个人。下一秒，小女孩双眼炸裂，向他们迅速袭来，两人被吓得撒腿就跑，急忙躲进一家超市。就当两人放松警惕时，一个小男孩突然出现。小帅见状赶紧上前帮忙，可其他人根本看不到小鬼，以为小帅在耍流氓，立即冲上前制止。眼看小男孩离他们越来越近，小英随手抄起大萝卜，把老板敲得一脸懵逼，然后带小帅逃出了超市。结果还没离开，一个小鬼再次出现。无奈之下，两人继续逃跑，但没跑多远，很快就没了力气。眼看小鬼就要追上来，小帅决定自己去引开对方，让小英先行撤退，到时候在沿海公路汇合。小鬼仿佛明白两人的意思，追随小帅在巷子里一路狂奔。可来到十字路口后，小帅惊恐地发现，原来自己中了对方的圈套，很快被4个小学生团团围住。紧接着，一个巨大的鬼影乍现眼前。与此同时，西美带大壮走上阁楼，想看看里面到底供奉着什么。可就当大壮准备打开房门时，原来老板早就知道他们闯入房间的事。当几人找到小帅时，发现他已经晕倒在地，不省人事。老板一眼看出他已经丢了3魂7魄，立马吩咐大壮查看老板娘的情况，而他则火速带着几人去岛上寻找高僧。途中，老板向他们说出了关于祭坛的秘密。原来岛上流传着一个古老传说，如果小孩在海上失踪的话，只要在房间里把孩子的脐带供好，在门上贴满符咒，每天供奉新鲜食物，经过749天，失踪的孩子就能起死回生。而他们的孩子就是在14岁那年不幸溺亡。从那以后，老板娘每天都会往楼上送东西，认为这样的话才能安心。因此，老板娘变得越来越古怪，仿佛被邪灵附身一样。小英感到很疑惑，这只不过是民间习俗，为什么会变成现在这个样子？就在他一脸诧异时，突然看到海边到处都是那些溺死的鬼魂。很快，他们来到寺庙，高僧一眼看出小帅已经丢了魂魄，现在就是一个活死人，即使施法也无济于事。小英悲痛欲绝，祈求大师出手相救。不料大师一眼看出他也去过那个房间，而且已经被小鬼附身，能看到不干净的东西，说明已经没时间了。当务之急就是驱除他身上的邪祟。这时大壮匆匆赶到，表示他也去过那个房间，害怕自己也会出事。不料大师却说，岛上的诅咒只对年轻人有效，不会袭击这种秃顶老光棍。随后吩咐他们把小帅带进房间，而他则带着小英直奔佛堂。西美总感觉这种迷信的东西不可信，不料老板却说，岛上确实有很多10几岁的孩子离奇死亡，其中就包括大师的女儿，认为他在这方面不可能骗人。另一边，大师告诉小英，仪式结束前绝对不能说话，只要能熬到明天太阳升起，就能逃过一劫。随后两人走进佛堂，大师二话不说在小英脸上喷满圣水，然后拿出一张符咒念出咒语，最后关闭房门，把小英独自留在房间。很快夜幕降临，来到恐怖的2点04分，门外不停传来恶魔的嘶吼。小英被吓得瑟瑟发抖，蜷缩在地上不敢发出任何声响。紧接着门外传来急促的敲门声，西美告诉他仪式已经结束，催促他赶紧打开房门。小英开始有些疑惑，但不一会儿小帅的声音再次传来，小英一激动果断打开了房门，结果看到此生难忘的一幕。这就是传说中的8尺大人，是人间邪恶的化身，最喜欢在夜深人静时捕猎，可以随意变换声音捕获猎物。很快，小英的灵魂就被吸食殆尽。大师预感大事不妙，立即冲进佛堂，但一切早就为时已晚。看着两人死亡的惨状，大师推测偷走灵魂的并不是那些冤死的灵魂，而是传说中的8尺大人。相传8尺大人可以随意变换声音，专门吸引年轻人和小孩的灵魂。多年来，岛上一直流传着能让小孩起死回生的习俗。没想到随着时间的推移，那些祭坛已经变成8尺大人的接触点，而他们之前看到的小孩
其实都是被八尺大人带走灵魂无法投胎的冤魂。他们之所以缠着小帅，其实是在向他求救。现在唯一救活他们的办法，就是在天亮之前把他们的灵魂抢回来。因为八尺大人一直有个习惯，得到灵魂后都会把他们暂存一宿。估计两人的魂魄已经被放回旅馆。西美听后转身就要冲回旅馆救人，结果被大壮及时拉住。因为想要夺回灵魂，必须用本人的身体才行，所以大师决定让他们两个灵魂出窍，分别进入小帅和小樱的身体，控制肉身回到旅馆抢回灵魂。但如果失败的话，他们将永远无法回到自己的肉身。大壮一听，瞬间被吓尿了，死活不同意换魂仪式。无奈之下，大师只好亲自出马。一切准备就绪后，大师念出一段咒语。下一秒，一道闪电贯穿全身，完成了灵魂转换。可当他们再次醒来后，却发现换魂仪式彻底混乱。大壮附在了小帅身上，西美附在了大壮身上，大师附在了小樱身上。原来在进行换魂仪式时，大壮因为害怕不慎将石像撞倒在地，结果手麻脚乱的扶起时彻底把符纸打乱，从而导致他们身份出现混乱。因为夺回灵魂必须用本人的身体，所以现在只能让大师带不情愿的大壮去完成任务。说完，大师若无其事地换上道袍，让他们从窗户向外望去。因为八尺大人只攻击年轻人，现在西美用的是大壮的身体，所以才看不到。但是八尺大人只会在人类的视线内进行攻击，所以出门后必须紧闭双眼。因此大师提议让西美帮他们带路。就这样，几人在西美的带领下走出房间。大壮不信邪，偷偷瞄了一眼，不料正好看在八尺大人的脚。随后几人坐上面包车继续上路。大壮以为八尺大人已经被成功甩掉，于是慢慢睁开了眼。西美见状猛踩油门，拿出赛车游戏里的水平，开始一路狂飙。八尺大人也不甘示弱，迈着大长腿在后面乘胜追击。经过一个转弯时，西美本想一个完美漂移，可没想到大壮的身体太差，一不小心闪到了腰，直接将车撞在了电线杆上。下车后，大师给他留下一张还魂符，准备带大壮徒步前行。然而下一秒，八尺大人从天而降，好在大师反应及时，用符咒将其镇住。可尽管如此，八尺大人依然没放弃，现出真容，再次向大师发起进攻。不料画风突变，打了对方一个措手不及。随后两人再次开启暴走模式，八尺大人在后面紧追不舍，转眼间突然出现在他们面前。大师见状立即向河边跑去，很快八尺大人就追了上来，向两人不断逼近。就当大壮以为无路可逃时，大师一个闪躲，抽出石缝中的法杖。千越貫如来運命再走。就这样，传说中的八尺大人被打得魂飞魄散。随后两人迅速跑到旅馆，终于在日出前换回了魂魄。可就当众人以为一切恢复正常时，突然来了一个惊天反转。西美准备叫两人离开时，无意间发现从来不吃生鱼片的小帅居然吃得津津有味。原本扭扭捏捏的两人突然变得像热恋情侣一样，毫不避讳的在他面前秀恩爱，完全不像之前的模范青年。与此同时，旅店夫妇正跪在大师面前不停道谢，感谢他救回自己的儿子。原来此时小帅和小樱身体里的灵魂竟然是老板的儿子和大师的女儿。从一开始他们就陷入这个巨大阴谋之中，一切都是他们提前设好的圈套。时隔多年，终于让这对青梅竹马起死回生，而小帅和小樱的灵魂却被永远困在旅馆内。